少年极度讨厌扶桑神，如今却要和扶桑神一起生活，甚至获得他们的认可，成为了齐家家主调查杀死哥哥姐姐的凶手。兵马住进了由6个扶桑神和少女牡丹所组成的长月家。长月家的扶桑神因同族猎人而闻名，他们为同族所不耻厌恶。一群杀马特扶桑神在听闻长家在增加成员后更是坐不住了，当场决定要狩猎长月。今天是第3天，兵马已经凭借自身魅力相继获得了除其之外所有扶桑神的认可，但最后一位恰恰是最难的。兵马给鸡的第一印象太差，这种状态下想要拿到署名，就连替他们都觉得很难。不过考虑到他们俩的性格应该是很合得来的，只需要一个扭转局势的契机。兵马被叫去工作，但他来得太慢，等到了人家已经打完收工。敌人被3星的武器盘成发髻，杰森用代理3眼的印记轻松封印，并不需要兵马的帮忙。杰直言他非常讨厌兵马，他看扶桑神的眼神中充满了憎恨，甚至一举一动中都透露着厌恶。最重要的是他伤害了牡丹。至于他的署名，兵马只有2个选择，一是放弃，另一个则是在这里让他屈服。杰拔出武器率先冲向兵马，不远处的杀马特反派和替他们同时感受到杰的灵气爆发，双双朝目标地赶去。兵马并没有对杰动手的打算，面对杰的攻击也是能躲就躲。杰对此很不满，可恨的扶桑神一概封印，他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但他杀气四溢的疯狂本性从第1天起哪有改正的意思？杰一脚踩上兵马的胸口，就算这样他也仍旧不还手吗？在长月家生活了2天，兵马承认他们确实有些不一样，所以在看清他们之前出手还为时尚早。杰啧了一声放开兵马，再这样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另一边于是给齐老爷子打去电话，兵马已经来了2天了，为人没有问题，如果他能撑过今天被长月家接受，这意味着什么？齐老爷应该最明白。齐老爷子提醒与之，兵马心中的黑暗远比表露出来的要更加深沉。杰问兵马要怎么办，他不愿意来硬的，是要认输回家吗？兵马淡定的表示还有半天时间，足够他们拉近关系了。杰刚才对亲友受辱所表现出的愤怒确实与人类无异，兵马问他是不是喜欢牡丹，没想到一句话让杰恼羞成怒，当场给了兵马一簪子。而就在兵马被迫起飞的同时，杀马特反派团和长月家双双赶到，一见替等人到来，机关投给了兵马一脚，哪儿的主角了，不要妨碍他走剧情了。提问杰从哪惹上的杀马特天团，杰一脸莫名，他这和兵马打架呢，谁知道这群人从哪儿跑出来的？至于兵马去哪儿了，杰一脸心虚的指向不远处，兵马已经变成兵马俑了。杀马特天团正在那儿做自我介绍呢，铁非常不感兴趣的打断，让杰先把兵马解压。这一看就是个常见的扶桑神小混混，随便打发就完事了。机关头火气上涌，居然这么看不起他们，于是当场指挥小弟们抢在长月面前把兵马弄死。不是在乎那个人类吗？看我让你们痛失所爱！兵马表示6。于是斯威斯团体战成了男主保卫战，替等人先掩护杰拯救兵马。接到进球员的宇之野和霞出发前往现场，虽然闯入者本身并不稀奇，但他想借此确认一下兵马的本质。此时现场正在展开一场大混战，梯队机关头的挑衅无动于衷，但有件事他要确认一下。机关头刚下令杀死人类，而他的同伴没有任何迟疑就执行了，他们几个是杀过人的吧？机关头嚣张地表示，那都是他们早就玩腻了的游戏，他看不惯人类狂妄自大奴役器物就逗逗他们，结果什么都没做呢，那群人吓得跪地求饶。对人类点头哈腰的扶桑神他同样看不爽。关键词出发，机关头的话音刚落，兵马居然硬生生挣脱了杰的束缚，一脸凶光的从蛹里爬出来了。机关头吓了一跳，立刻下令弄死兵马。黑化男主战力提升100%，将小弟当场秒杀后，一个俯冲把机关头狠狠撞进垃圾堆里。杀过人的垃圾不配他超度。看着陷入混沌邪恶的兵马，机关头哈哈大笑，那个表情难掩杀戮时的畅快和喜悦。兵马本质上和他们一样，兵马并不否认，或者说他一直都在期盼着这一天，将像机关头这样的扶桑神彻底摧毁。这次的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到底，这就是兵马的本质。他对扶桑神的憎恨深入骨髓，日夜难忘。不过可喜的是，这一思想已经有了变化的征兆，但扭曲的内心或许可以得到纠正。而最重要的是，兵马的出现对长月家而言是一大希望，他或许真的能够拯救牡丹。牡丹是立于分界线上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历经重重磨难，但不管他的人生有多么曲折坎坷，长月家的扶桑神们都希望他能够获得常人的幸福。虽然非常不情愿，但杰开始在认可书上签了字，终于集齐所有扶桑神认同的兵马，总算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他要留在这里一探究竟，足够让他信任的扶桑神是否真的存在。得知兵马集齐了大写的署名，牡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求证。兵马非常认真地向牡丹道谢，感谢牡丹给了他和长月家修好的机会。一板一眼的态度惹得牡丹哈哈大笑，两个人握手重归于好。而在接纳兵马之后，长月家的扶桑神们也很快做出一个决定，兵马和牡丹被宇智请到客厅。其实在兵马来到长月家之前，宇智就跟齐老爷子达成了一个密约，兵马来这里是为了观察他们1年，而他们也和齐老爷子提出了条件，那就是他们也要花1年的时间对兵马进行审查。牡丹突然想到了什么，被杰一把捂住嘴。他们本打算花1年时间来考验兵马值不值得认可，
但兵马却只用了3天就让他们完成了这一过程，所以他们觉得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而且这才是他们的夙愿。于是一把拉开客厅大门，只见里面挂着恭迎夫婿候补大驾光临的横幅，这就是他们为主人寻找般配夫婿的第一步。兵马因为太过震惊而当场宕机。牡丹笑脸通红的解释这只是副丧神的玩笑，这话副丧神们可不乐意听，围上了一个劲的催婚。他们可都是一直真心实意的祈愿主人能够有良缘，他们就是寄宿于这类承载姻缘器物然后化身为人的。没错，长月加6个副丧神的本体其实是一整套嫁妆。兵马收集到的署名意味着他们通过了各自的审查，而且此时七老爷子已经允许，兵马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和牡丹相亲呢？在兵马没有做出反应之前，屋内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皆表示如果兵马敢再让牡丹伤心，他就当场捅了他。结果兵马自信一笑，表示转守为攻。虽然已经得到了祖父认可，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他对长月界的鉴定还未结束，所以他的答复暂作保留。兵马脸不红心不跳的做出了标准回复，紧接着便要以去长跑为由火速逃离了现场。副丧神对这个中规中矩的回答倒也还满意，殊不知表面上淡定的不为所动的兵马在离开长月家之后脸色猛地爆红，他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呀，只是牡丹就尴尬了，这今后1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还让他怎么和兵马正常相处啊？在苦恼一阵子后，牡丹决定要去向兵马道歉。另一边，兵马也在给七老爷子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会答应这个条件，难道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锻炼吗？直男铁直，你小的油盐不进呢。七老爷子表示只是单纯的催婚而已，兵马都21了，身边连女孩子的影都没见过，他能不着急吗？牡丹长得那么漂亮，他怎么可能拒绝人家来当他的孙媳妇儿？兵马秒过电话，打算去找宇智聊聊，可惜宇智和霞出差去了，替和杰一起做任务。前阵子杀马特天团还有些同伙没处理，兵马一听气得不行，杀副丧神居然不带他，把燕和静吓了一跳。牡丹本打算出门买东西，不巧遇上了兵马，竟立刻拽着燕给两人创造独处的时机。牡丹想要把兵马别把之前的事放在心上，然而兵马以为他说的是替出门没带他，回着的非常冷淡。夸父聊天的后果就是牡丹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难道兵马真的一点没看上他，所以失落离开？兵马不知道花季少女内心发生了什么，燕和静纷纷跑去了指责兵马伤了牡丹的心，就算不喜欢也不用这么冷淡吧，搞得兵马一脸茫然。牡丹实在和兵马是个木头，采购的路上一直想这件事，而就在这时，杀马特天团的老大灰军出现在牡丹面前，替和杰得知消息赶过去时已经太晚了。灰军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绑架牡丹，京都来的副丧神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能动长月牡丹，但他偏偏不守规矩。灰军扬起会拦住牡丹逃跑的去路，而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打算将牡丹撕碎时，兵马天降正义砍断了他的右手，替和杰也随之赶到，怒火攻心的狠狠收拾了灰军。虽然期间无意波及到了兵马，杰着急的抱着牡丹上下检查有没有事，替向兵马道谢，多亏他救了牡丹。紧接着就拽着杰继续处理其他副丧神。兵马之所以会过来，是因为竟哭着要他和牡丹解释清楚。然而兵马的表达能力实在太过之难，他只是希望牡丹不要对这件事太在意，而不代表他不在意牡丹。说着，兵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但好歹总算让牡丹理解了他的意思。他们两家人都这么急性子，或许还真的能好好相处呢。